vivo X200 Ultra 终于正式发表了。最重要的拍照功能跟规格就跟上一支影片说的完全一样，所以这次就不再重复了。这次要聊的是我觉得更多朋友需要的 X200S， 毕竟在价格上更容易入手，而且拍照上也不差。更重要的是效能跟功能呢，这次有不小的进展，而且是平面萤幕。有人说出平面我就买，那这次出平面，大家也是不是要参考一下呢？接着就快速整理这款手机的功能特色给大家。大家好，我是 KissPlay。vivo 从去年开始在标准的旗舰版中多了一个 S 的款式，这其实就是标准版发表半年后的小改款，主要是因应联发科技所推出的加强版处理器。那这次 X200S 也是一样，就是 X200的加强版。不过这一次的升级，我觉得还蛮有感的接下来就一一分享给大家。处理器是 X200S 升级的主要重点，这是用上了联发科技天玑9400的升级版，也就是9400 Plus 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它跟 V2 的影像晶片有更好的结合，并且增强了讯号功能。不止如此 ，vivo X200S 还加强了散热系统，加入了全新冰脉流体 VC 散热，其实说穿了就是液冷系统啦，让效能可以更稳定。另外一个有感的升级就是电池跟充电，这是电量从原本 X200的5800毫安时直接提升到6200毫安时，这个提升非常的多那有线充电的部分维持在90瓦，但加入了40瓦的无线快充，这点也非常棒。更好用的是一般来说专家都不建议一边插着电一边玩游戏，这是避免充电时造成电池的升温加上处理器的运作温度，让整个效能会变慢，手机寿命也会降低。所以他们这次设计的直接绕过电池来供电，让玩游戏时电力也不经过电池直接来供电，所以就可以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萤幕部分呢，这是真的用上了平面萤幕采用6.67寸2800×1260解析度的 AMOLED 显示器，支援120赫兹的更新率峰值亮度高达5000 nits这部分也算是小幅的提升。那这是把原本 X200 的光学指纹辨识升级为超声波指纹辨识，而且这次的感应区特别往上移了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听说这样子辨识的时候手拿比较稳，解锁的时候手机比较不会摔到地上因为有了超声波指纹辨识，所以解锁时萤幕不会突然变亮，也能支援失手解锁。那防尘防水等级呢？同样维持 IP68 还有 IP69 的双认证，这也是目前手机中最高等级的防护力。vivo 在这次发表会上毫不掩饰的说 ，X200S 是平替，也就是 Apple 的替代手机的意思。所以这一次呢，跟 iPhone 的互动变得更紧密了一些对了，这个是中国版本的 Origin OS 5的功能所以未来有国际版本这些功能不一定都会放进去，但就先让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是一碰传，只要在 iPhone 上安装 vivo 互传这个 app 那并透过这个 app 呢，去传输照片、影片、文档都可以直接碰一下就把资料传过去了所以这样子增加了蛮多的方便性所以在 vivo 拍完照之后，想要分享给 iPhone 的朋友的话，用这样传输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是双机同步，这对于同时有 iPhone 跟 vivo 手机的朋友是有很大的帮助像是拍照时候，大家应该都会直接拿出 vivo 手机来拍照吧，像是 X200S 的拍照其实还蛮强的，所以都是拿 X200S 拍照比较多吧毕竟拍的比较好嘛。这时候iPhone 应该就会放在背包里面。不过这时候如果 iPhone 如果有电话来或是讯息的时候就会错过嘛。那这个功能就是把 iPhone 的讯息通知还有未接来电通知呢全部传送到 X200S 上面，就可以做一部分的同步虽然不是完全的同步，不过我觉得这至少能够告诉你说你有未接来电这样子。最后呢，还有支援 AirPods 全系列的空间音讯，还有Mac 跟 PC 的笔记、相簿还有日历进行同步也可以进行编辑。也就是说大家因为 iPhone 独一无二的功能而离不开 iPhone， 那现在 vivo X200S 都支援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安心的离开 iPhone。AI 的部分，因为国际版本基本上不会支援蓝星、小 V 还有小 V 问评等等的功能，所以这边就不特别说了。不过有一个功能非常有趣是分享给大家，也就是 AI 防诈盾牌这个很有意思它可以辨识疑似诈骗讯息或是电话。
并且提醒跟录音啊。那这点啊，我觉得台湾使用者应该也蛮需要的啊，而且是内建的，应该也是免费的。比 Whoscall 呢，到底好不好用呢？我这个就不知道了。vivo X200S 的相机规格跟 X200是完全相同的，这边让大家复习一下。那3镜头的配置包含 1.95 寸5000万像素 IMX882 感光元件的长焦镜头，支援3倍光学变焦，光圈大小是 f2.57。主镜头部分是 1.56寸5000万像素 IMX921 超感光 VCS 仿生镜头，光圈是 f1.57。超广角镜头是2.76寸5000万像素 ZN-1 感光元件，光圈是 f2.0，焦段是15mm。虽然规格相同啦，不过这次在功能上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哦，也就是加入了底片风格的滤镜。大家应该觉得不就是加入滤镜，应该也没什么吧？的确没什么。不过他把底片风格跟 Live Photo 加在一起，并且还结合了人像拍摄，也就是美颜的同时，并且有风格十足的动态照片。更夸张的是，它还能直接把多张 Live Photo 拼贴在一起哦。直接发射群，完全不用其他的软体后置，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实用的。那这一次 vivo 比较有趣的是，还直接教大家怎么拍人像。他用了一个口诀啊，叫做1退2拉3咔嚓。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咔嚓是快门声，不是要把你拉一拉之后咔嚓的意思哦。这是我们曾经讲解过的拍照压缩感，先后退几步，然后把焦段拉长，最后按下快门啊，这样的背景呢就会比较贴近主角。整个在构图上啊，就是比较特别，而且比较好看。这个啊，在有长焦人像功能的 vivo X200S 上面更容易实现。当然啊，还有之前提到的长焦微距啊、长焦夜景都有。那另外还有 AI 变天，还有路人消除功能。那这次听说啦看起来 AI 变天有比较厉害一些，路人消除功能也变比较强一些。这个有机会后续我再实测分享给大家。不过这也要台湾有进口我才有办法实测哦。那整体来说 ，X200S 虽然是 X200的小改款，不过对于刚好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吸引力自然就会比 X200要大很多。在效能规格上的提升还是很有感的。目前听说啦X200S 应该会有国际版，但不知道会不会进来台湾。那这部分就继续等一下消息咯。以上就是 vivo X200S 的整理报道，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